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《走出科学》，我是邓肯，他是月月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鬼来电事件。2013年夏天，许多北京人都在深夜接到了01067679910这个号码的来电。接听后，里面会传来一阵诡异的女人哭声，在深夜时分令人汗毛倒竖。你把它挂断之后不久，同一个号码会再次响起，这次里面会传来婴儿的哭声。再次挂断后，它还会第三次响起，第三次最为可怕，是一个小女孩说：“哥哥救救我！”随后就是一声凄厉的尖叫。据说这个号码会给你打5次电话，但是大部分人扛过前3次就不敢再接了，所以第4次、第5次的内容众说纷纭。总之是一次比一次恐怖诡异。北京的《京华时报》当年最早报道了这起事件，他们采访了一位杨女士。杨女士说，那晚看到是北京座机的电话，没多想就接听了，里面传来了女人的哭声。杨女士还对她说：“别哭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可对方没有回应，杨女士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马上挂了电话。后来杨女士和身边的朋友谈起此事，才发现许多人都曾在深夜接到过这个恐怖电话，而且套路一模一样。消息传开之后，更多的北京市民表示自己也接到了这个号码的来电，非常恐怖。甚至有人表示，早在2009年就有人接到过这个恐怖电话。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统计这个鬼来电一共给多少人打过电话，但是据某手机卫视官方当年公布的数据，北京有近18万人将01067679910这个号码标记为骚扰电话。从这个侧面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当年到底骚扰了多少人。随后有网友发现了更为可怕的事情，有人给这个号码打了过去，打不通。可里面传来的不是正常的提示音，而是一个好像80年代播音员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说出的“对不起，没有这个电话号码”。还有人说，你白天给这个号码打过去打不通，可到了晚上你就倒霉了，过了午夜12点之后，这个号码就会给你打回来。按照惯例，传来女人的哭声，让许多人吓得魂飞魄散。我这里找了一段当年网友给这个灵异号码打电话时留下的珍贵声音，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所谓80年代播音员的声音是什么样的。对不起，没有这个电话号码。Sorry, this number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. 对不起，没有这个电话号码。Sorry, this number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.声音确实老了一些，在2013年那会儿，这个声音好像已经停用了。很快，此事件在微博、朋友圈、QQ 空间等社交媒体上传开。社交媒体的特点大家都知道，喜欢夸大其词。当时被转发量最多的这段话：01067679910这个号码是鬼号，打过去后会传来各种恐怖的婴儿哭声、女人的笑声。这个号码被公安部列为鬼号，通讯局都查不到，所以胆小的千万别拨这个号码。哼，我记得这条信息啊，当时在13年高中那会儿，朋友圈里很多人都转发了。这后半段明显扯淡。当然，当年这种恐吓信息传的都非常开，比如什么最近得病的人多，因为这个月是鬼月，转发这个信息保平安。还有什么一户人家在拍摄录像时，父亲突然把婴儿摔死，打开录像后看到孩子死去多年的奶奶把孩子给摔死的啊！不转发这条信息，孩子奶奶今晚就找到你什么的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啊。但凡看过2集《走进科学》，都不会信这些。比如我从来就不怕什么鬼啊神啊的。对啊，我连那谁的粉丝我都不怕，我怕什么鬼呀？好，扯远了。那么2013年北京鬼来电事件如何科学解释呢？当年北京邮电大学曾建秋教授调查了此事，他认为这个号码是别有用心的人使用了改号器，也就是说真实的号码并不是01067679910，他用假号码到处拨电话，接通后还会自动播放准备好的录音来吓唬人。曾建秋教授认为，这个人甚至这个团伙故意制造恶作剧，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恐慌。2013年之后，也许是恶作剧者发现自己闹大了，有点害怕了，逐步收敛。
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接到01067679910的电话了。我昨晚也给他打了电话，这回的提示音已经变得正常了。而这起影响巨大的恶作剧始作俑者到底是谁，恐怕也要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。听到这儿，大家可能又觉得，你这又是走进科学的套路，前29分钟装神弄鬼吓唬人，最后1分钟揭秘，告诉大家这是假的，要相信科学，再见。好嘛，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江西的灵异来电都市传说。这个故事当年流传甚广，至于真伪由于年代久远无法考证，我孤往说之，大家就听一乐。2005年，江西农民老张把妻子留在农村老家，孤身一人到深圳打工。之后的一天，老张接到妻子的电话，妻子说家里有急事儿，赶快回来，就挂断了。老张第2天傍晚就赶回了家，可家人却告诉他，妻子3天之前就去世了。老张疑惑不解，那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是谁？老张心乱如麻，没有多想，忙完丧事就返回深圳打工了。后来的一个晚上，老张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他拨通了家里的电话079288399934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电话居然打通了。他试着说话，没想到对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叹息声，然后对方就挂了。老张认为那个叹息声和自己已故妻子一模一样。第2天晚上，老张又把电话打了过去，对面又是一声叹息。老张又惊又怕，联系了九江日报的记者。记者一开始不信，可是当记者晚上拨打电话后，他也听到了一声叹息。而记者第2天到电信局查询，却得知这个电话号已经注销了。之后还有更可怕的消息传开后，有好事的人大半夜给这个号码打电话，居然打通了。对面传来了女人柔弱的声音：“喂。”这边壮着胆子问：“请问是老张家吗？”对方说：“他去南方打工了。”这个人又壮着胆子问：“大嫂，您近来身体可好？”没想到对方哭了，说：“我已死去多时，太多挂念，如今阴魂不散什么的。”给这边打电话的人吓个半死。这就是当年流传甚广的江西079288399934灵异电话传说。故事讲完了，关于灵异电话，世界上还有许多传说，我以后再慢慢给大家讲。最后我还是要说，所有的恐怖事件背后都会有一个搞笑沙雕的解释，只不过还有待我们探索。很多人说你又结尾强行科学正能量了，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心里话，我从来不信鬼神，像这种什么灵异来电绝对不可能，也绝对不会打来。不好意思来电话。喂，哪位？出现这种状况，因为这2个人分开了，就是没有谁养不起，就是跟医院说一下，就弃养了呗。滚！谢谢大家，我是邓肯，咱们下期见。